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able。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无线吸尘器 Metabo AS18LPC， 没错，就是它。那介绍它之前，我们先说一说国内电商系上能买得到的这种工业级的无线吸尘器都有哪些品牌。先说 Bosch， 我个人比较喜欢 Bosch 产品，但是在国内买得到的大多都是手持式的小型吸尘器，它们的缺点就是集成和容量小，吸力也小，有12V 的和18V 的。比如我头顶上的那个，它就是12V 的。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可以拿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现在完全给我当成背景墙了。Bosch 还有一款18V 的干湿两用的桶式的无线吸尘器，但是它在国内上买不到，需要你海外购。但庆幸的是，亚马逊中国的海外购上面有的卖。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找一找。其次呢，就是 Makita， 它在中国的工厂应该在昆山。它的吸尘器在国内市场上完全能够买得到，产品有18V 和36V 的。是的，你没听错，36V 的2块18V 的电池串联起来使用。Makita 的吸尘器的产品非常多，有干式的和干湿两用的，有桶式的，有尖式的，甚至还有交流电和直流电都可以使用的吸尘器。是的， Makita 的产品就是这么变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 DeWalt， 它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就更小了。也可以通过海淘或者亚马逊中国的海外购去购买，产品也有好几个，有直接使用直流电的，也有跟 Makita 一样交流电和直流电都可以使用的。那其他的产品就剩下 Metabo 了。哦，还有一个其实是更小的，是 Works 的，它也是桶式的，但是它是太小了，我觉得它更适合在车上去使用。那我们回头看一下这款 Metabo 的吸尘器。它在国内电商系，包括亚马逊中国上都可以买得到，价格呢是时高时低，跌宕起伏。感兴趣的朋友去关注一下。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快速拆箱吧。先说个题外话，我不是专业做产品评测的，不会将同一类功能、不同品牌的机器一起拿出来比较，哪一个好，哪一个差，更不会拿一些专业的仪器去测试它在官网上报出的真实数据。比如运行时的噪音值啊，不同模式下不同电池的运行时间啊，甚至它的气体流量或者真空压强等等。是的，时间、精力还有财力，我一个都不具备。我只是简单介绍一款让我感觉还不错的工具，有助于以后做手工、做木工时一个比较能派得上用场的优秀产品而已。小撸小造，小打小闹。如果你需要更专业的评测数据，还需要多翻翻资料，或者移步到其他博主那里。那介绍这款吸尘器之前呢，我还是要多说两句。就是我在 Metabo 的官方网站上了解到，它的所有吸尘器的系列当中，只有这一款是无线的，也就是可便携、需要电池功能的一款，也是唯一一款干式的吸尘器。你不能用它来吸水、吸液体，只能吸干燥的固体。而我在国内的天猫旗舰店上，它明确表示它是干湿两用的吸尘器。我不知道它的书记是哪里来的。还有一个就是上面标识的 18L 18L， 你看到了啊？说明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把它的数字和字母连接起来去理解它，认为它的集成箱的容量，或者你干脆理解为它的整个机器的容积是 18L 的。恰恰相反，这里的18表示它的电压负荷是18V 18伏的，你需要18伏的电池去供电。而 L 呢，表示该机器的灰尘的认证级别是 L 级别。传统上讲，在国际上，当然主要是欧美国家，将除尘方式分成3个等级认证，分别是 L、M 和 H。它们对应哪3个单词就不说了。除尘一般指的就是过滤器和抽气系统，一般也就是吸尘器的滤芯了。这3个等级你也可以理解为要除去的粉尘类型。L 表示的是粗颗粒， M 表示的是细粉， H 表示的是更细的粉。它们对应的吸尘器的价格也是一级比一级贵很多。当然，你的工作环境也决定了你需要什么级别的吸尘器。你只是锯个木头，非要搞个 H 型的吸尘器，没必要是吧？那好，回到这款产品，这款产品里面是裸机包装的，它没有电池和充电器。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包装吧。
包装上面的一些机器的主要参数上面都有写。这是这机器的正面，我们看一下侧面，还有它的背面，有很多语言在上面写的。这边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再继续拆箱把它拿出来吧。这是说明书，把机器拿出来。这里面就没什么东西。外观上来看呢，它也是桶式的，不过它的结构是做成了工具箱的造型。上下结构应该是与其他Metabo的工具箱的结构是一致的，组放的时候可以上下方便的叠放在一起。刚好呢，我有一个Metabo的工具箱，放上去可以看到凹点和凸点是相吻合的，而且你可以把它的工具箱放在下面。而且呢，我在它的官网上看到有一款产品是有带滚轮的底座。很明显呢，就是把吸尘器放在上面当推板来使用，因为你单手把它拎起来的时候，还是挺沉的，方便你在作业的时候来回移动。同时呢，你可以看到吸尘器的下方、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用来卡扣的凸起点，其作用呢就是跟底座上的卡扣卡在一起。那这边呢，就是一个安放 18V 锂电池的插槽空间了，空间足够大，最大的8安时的高性能锂电池都可以放进去。其实呢，我觉得这里的密封性不是很好，因为你有可能在多灰尘的环境中操作，这里就会是一个藏灰点或者藏污点吧，时间长了不太好清理。如果这里设计一个盖子的话，会好一点吧。你看看别人家的吸尘器都有盖子，会把电池放好。然后我们看上面的主控面板，手拉杆和按钮都是隐藏到下面的，这个挺好的。一是为了上下叠放时减少干扰，二呢就是减少你不小心误操作到上面的按钮。一起看一下上面有什么功能吧。它最上面就是一个电量显示，下面呢是一个关闭弱档、强档的旋转按钮，这里相当于一个总开关吧，因为它的边角在这里还有一个很明显很大的便携启动开关。当你都不能腾开双手的时候，你可以用脚来启动它。这个很有想法啊。别忘了主控面板上还有一个压入式的 Clean 按钮，用来自动清洁里面的滤芯的，这个功能蛮重要的，因为你几乎不需要手动来清理它。懒人模式啊，它的原理是啥呢？我估计就是吸气变成吹气吧，用反向气流去清洁过滤器。官方说呢，它有一个吹气的功能，所以箱体上一个是进气口，一个是出气口。进气口接上管子呢，就是吸尘器；出气口接上管子呢，就是吹风机。OK， 这就是它的基本外观。这边呢是出风口，那这边呢就是它的进风口了。上面左右两边都有一个金属的拉环，在这里。把肩带扣在上面，解放双手，戴在肩膀上。然后看最上面这个红色按钮，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就可以把上面的盖子打开。哦，你瞧，它把所有的配件都放在这里面了。这里其实是相当做了一个小型的储物箱使用。软管，这个软管真的很给力，它非常的长，大概有3米。它是可以伸缩的，
然后呢，这个是肩带了，这个是肩带。这个呢是小型的长嘴扁吸头，还有一个呢也是小的方形的地刷吸头。那里面就没有东西了。哦，它这个板子上还有贴了一个标识，它列出了所有有关吸尘器的配件。除了这个吸尘器呢，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小推板，还有软管，还有过滤器。这个过滤器是那种普通的，就是 L 级别的过滤器。还有一个集尘袋，这是羊毛的集尘袋，有点舍不得用啊。这个也是个过滤器，它是一个 HEPA 的过滤器，它的过滤级别是 H13，滤净率呢是 99.95%，还行吧。说白了，它就是给了你更多的选择。采用 HEPA 滤芯呢，可以在更小、更危险的粉尘场所中使用。还有刚才说的2个吸管，这上面呢还写了它的电池和充电器，其他的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看来这些配件都比较简单，没有带滚轮或者带毛刷的地刷，也没有加长的延长管，看起来不适合你站直了去吸地上的灰尘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量好这个软管的直径，这个直径大概是27毫米，在某宝上应该有卖这种类似的配件吧。当然了，这都是非官方配件了。除了放这些配件呢，你可以看到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在里面，留给你去放电池和充电器。这个其实很有必要啊，因为吸尘器是一个功率很大的机器。按 Metabo 官方上的说法，一块高性能的8安时的电池，在 ECO 就是低功耗弱档的模式下，使用时长是40分钟。在 BOSS 的高功耗强档模式下，使用的就是20分钟，只有20分钟啊！这还是高性能的8安时的电池啊，普通电池使用时长就更短了。你不多放几块电池，严重拖慢你的工作效率。当然了，这款吸尘器的空气流量和真空压强还是不可小觑的。我们对比一下其他吸尘器的参数在下方，数据都来源于各自的官方网站，一些参数值找不到，我用横线代替了，特别是 DeWalt 的参数，仅仅找到了它的最大空气流量，其他参数官方网站上找不到，它的手册上也找不到，有点耍流氓了。而且最大空气流量竟然比 BOSS 12V 的还小，有点奇怪。一般空气流量和真空压强就能决定该吸尘器的电机性能。说的明白一点就是，一是吸得快，二呢就是吸得狠。那正好呢，我有几块5.2安时的电池，我们放进去看看吧。这是第1块，是第2块，是充电器。接下来就放吸管，放这个吸头，加了装口。现在，最后一块可以放在哪里呢？放在这里吧。OK， 现在都放了3块电池和1个充电器，我们盖上盖子。箱体下方各有2边呢，各有2个大按钮。这个红色的大按钮就是来打开下面的集尘盒的。那我们现在打开啊，往外掰。1、2、3，走起！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集尘袋，不是一次性的，土豪除外。还有这个集尘箱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小的很多。
官方的数据是7.5升，但是呢，我觉得最好还是大于10升以上吧，12到15是最好的。这里呢，我们也对比一下其他吸尘器的容量，在下方。还有一个呢，这里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啊，就是放了集尘袋，它的优点呢就是保护了滤芯不被大量的灰尘或者颗粒弄脏，缺点呢，它的吸力呢肯定会受到影响。而且我刚才也说了，集尘袋呢有点舍不得用。那如果不放集尘袋了，滤芯呢，包括集尘盒内，它都会弄得很脏很脏，特别是滤芯。即使有它自动的清洁功能，也未必保证滤芯能清理得干净。我们看一下它的滤芯，就在这里。它这个滤芯是可以换的，这两边可以旋转下来。OK， 它的滤芯可以换，拆下来了。这个滤芯还是挺大的啊。这样，总之呢，集尘袋和滤芯都舍不得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国内很难买得到这两个配件，海淘和海外购也没找到卖家，更没有找到可替代的。怎么选择还是要看你具体的情况吧。OK，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滤芯给装上了。它这个原理很简单啊，因为它这里是个进风口，可以看到啊，这里是个进风口，然后进到这里，它这个是个 U 型管道，进到这里，然后进入到集尘盒，然后这是一个总的那个马达嘛，可以吸气，然后这边是个出风口，在这里，所以就是一个单向的去吸的这么一个过程。好，我现在把集尘盒也装上去。现在呢，我装上一块电池去看一下，正好这个上面有块电池。这里呢就是装电池的地方。听见一声咔的一声，就是装好了。然后按下去，就可以把它拔出来，不太好拔。OK， 我们打开这个按钮，现在是关闭的状态。然后我们先打开 ECO 模式，就是弱档的情况。然后它现在还是没打开，因为你需要按一下这边的大的按钮。来，我们听一下噪音啊。噪音还算可以吧？在我这种筒子楼里面啊，只要你的墙体隔音不是很差的话，隔音还是可能大概听不见的。隔音低噪真的很重要，特别像我这样的筒子楼的环境，没有厂房，没有工作室，只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书房，混用的小房间。所以你就会在后面就会看到，其实我介绍的大多数的工具啊，都是迷你型的，就是因为它们低噪，怕投诉啊，怕被敲门。好，我们再看一下 BOSS 的这种模式，就是这种强档的噪音，这些都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啊，可能你在实际应用当中，可能这个噪音还是会稍微大一点。我们调到强档 BOSS 的档位，听一下噪音。那这种噪音呢，对我来讲还说得过去吧。然后呢，管子接到不同的孔位，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在 BOSS 这个强档的这个状态下啊，看一下它的吸力，我们感受一下啊。我们再把这个插口呢放在出风口这里，这里就是吹风机了，类似于啊。可能现在看不出来啊，
因为里面没有东西。好，不好意思啊，我又把吸尘器给打开了，包括它的滤芯也拆开了。这里刚才没有讲到啊，有一个小的一个口子在这里。这个口子呢，刚好跟上面那个 Press Clean 是相连的，就是 Press Clean 压下去的时候，这个口子就打开了。压下去了就打开了，所以这个 Press Clean 呢，也不是什么特别深奥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理的特性。怎么讲呢？就是你正常来讲它是关闭的，整个所有的灰尘，包括颗粒，它会吸附到那个滤芯上面。当然，整个过程都是在开动吸尘器的过程当中。当你按下这个 Press Clean 的时候，滤芯的内部在马达跟滤芯的中间会有单独的一个进风口出来，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里的压强，这里的气压就小了，然后里面的气压会变大，整个吸附到滤芯上面的比较重的颗粒呢，就因为这里的压强小而掉落了下来。所以它这个就是它 Press Clean 的一个原理所在吧。好了，这个吸尘器呢我已经装好了，包括它所有的配件，还有电池和充电器都已经放在这里面了。不知道大家对刚才我对这个 Press Clean 的这个原理讲解啊，有没有听懂啊？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它中间那一层的压强是变大了，而下面这一层的压强呢是变小了，所以吸附在滤芯上面那些颗粒呢，比较重的颗粒，它就会自动掉下来。也没有什么噱头在里面。当然了，跟我最开始讲的通过反向气流把那些颗粒吹下来是相违背的。我最开始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物理特性吧。OK， 我一直说它这个机器很沉，那到底它有多重呢？我们用秤去称一下它吧。这里有一个电子秤，然后把它放下去。这么轻吗？10公斤都不到。哦，确实10公斤都不到，连20斤都不到啊！哦，难道是我的身体不行了吗？我突然感觉它不是很重了。但是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去买那个小推板、小推车，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它可以随意移动，不像你工作的时候你还要把它拎起来，真的很麻烦。然后我这个肩带已经绑好了，然后呢，你就可以背着它，就可以出发了。
目前吸尘器对我来讲呢，主要有2个用途。第一种呢，就是去清理已经弄成乱糟糟的工作台或者地面；第二种呢，就是在工作台或者地面弄成乱糟糟之前呢，及时回收刚刚产生出来的木屑或者灰尘。显然，如果你第二种情况处理的得当，第一种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所以，集尘的关键就是要把吸尘器的软管尽早的对接到这些木工电动工具的集尘口上，及时吸气，比如圆锯机、线锯机、压宝机或者砂带机等等。如果以后有机会去介绍这些木工电动工具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款吸尘器与它们组合使用时吸尘效果到底如何。现在呢，我们只介绍一下第一种情况吧。正好呢，我手头上有一些木屑，颗粒呢有大有小，下面还有一些粉尘在里面，我们就用它来测试一下这款吸尘器的吸尘效果到底如何。那在开始吸木屑之前呢，我先讲一下在不使用集尘袋并且不弄脏滤芯的情况下，如何尽最大吸力去吸气。那就是找一块比滤芯更大一点的，能盖得住滤芯的棉柔巾，像这种的，让滤芯整个吸附面和四周都能被棉柔巾包裹住。然后呢，它有一个周围4个边儿都能卡住棉柔巾和滤芯的卡扣。最后呢，把它们装在吸尘器上面。这样呢，我想要的目的几乎就都达到了。第一个呢，滤芯不会被大的颗粒、大的木屑弄脏，因为木屑呢会卡在滤芯的中间的缝隙里，不太好清理。第二呢，不使用集尘袋就有了大吸力的保证。我们从刚才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出，集尘袋其实蛮厚的。这个集尘袋其实蛮厚的，吸尘器要透过这么厚的集尘袋去吸尘，其实也是蛮辛苦的。而且我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集尘袋在挤满了灰尘之后，如何把这些脏东西从里面倒出来。难道还是只能从这个口子里倒出来吗？感觉有点不太容易啊。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一层棉柔巾会弄脏你的滤芯的话，那你就覆盖上2层上去，综合你的实际施工情况考虑。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我先把木屑倒在这个白色盒子里，里面有灰尘、木屑、爆花，甚至还有小木棒。其实我已经大概知道吸尘的结果了，不如你也猜猜看吧。来看看吸尘器是怎么翻车的吧。可以看到，粉尘和木屑是极容易吸进去，但是遇到大的爆花就很容易在吸尘口处堵塞，我还要手动把它们有序的塞进去。这个时候呢，吸力突然就变得很小了，我以为是滤芯堵住造成的，所以按了几次 Press Clean， 但吸力依然没有变大的迹象。好，第一次实验结束。我们先来打开集尘盒看一下里面的情况吧。看得出现在的滤芯上的棉柔巾已经被灰尘裹严实了。集尘盒里的灰尘和木屑呢，情绪也都比较稳定，但好像少了些什么。那些进去的爆花和小木棒怎么没有呢？这个问题估计你已经猜到了。我在仔细查看棉柔巾上的灰尘时，发现其实量也不是很多。把滤芯拆下来仔细看一下，可以看到滤芯后面的马达和风扇那里还是很干净的。当然，如果不干净，那就是滤芯有问题了。可以看到2层棉柔巾把滤芯保护得很好，几乎没有灰尘吸附在上面。接着在检查软管时，发现软管的尾部，也就是刚才操作过程中此处软管转弯的地方，堆积了爆花和小木棒。看来它们并没有顺利进入集尘盒，卡在了软管里。接着第2次测试，在滤芯上重新覆盖新的棉柔巾，并把软管里的爆花和木棒清理了。
重装上阵。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完全跟第一次的测试效果一样。重装上阵第3次，这次我把软管的尾部稍微放得不那么弯，差不多直角的样子。然后这一开始就大的爆花和木棒极易卡在软管的进风口这里，工作几乎没办法进行了。我相信以它的风力是可以把它们吸进去的。因为爆花和木棒其实也没多重，但是它们的体积，包括软管的直径和构造吧，导致它们极容易卡在软管里面。所以后面我也不客气了，直接用长木棍往里面捅了。现在已经很难进行下去了。第4次，第5次测试工作台上的吸尘和清洁效果。第6次呢，我把大的爆花和木棒都去掉了，留下灰尘和木屑，还有少量的小爆花吧。其实这才是处于一种真实的施工场景中，就是平时不会有那么大的爆花和木棒。如果真有，为什么不直接用扫帚呢？为什么不用更大的吸尘器呢？整体效果还可以吧，然后到后面已经很费劲了，倒不是软管里面出现堵塞，恐怕是滤芯上的棉柔巾都挤满了更厚的灰尘吧。接下来我打开集成盒，看滤芯上是什么样子的。接着我再装回去，通过 Press Clean 按钮看能不能清理棉柔巾上的灰尘。这里只是个猜测，不一定能成功。通过我后面对它的理解，它能起作用的概率其实很渺茫。
可以看出来 Press Clean 并没有起作用。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操作方式不对，或者是因为放了棉柔巾而导致它不起作用了。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再近距离看一下滤芯和集成盒上的灰尘与木屑。最后再看一下滤芯的干净程度怎么样吧。除了侧面可能棉柔巾包裹不严实，导致部分灰尘进入外，整体滤芯还是蛮干净的，不会特意去清理滤芯。我们直接换上新的棉柔巾上省事儿，同时施工效果是很明显提高上去的。OK，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见。